大家好，我是新闻播报人员一元，今天是跟大家更新一下关于2377、1606、2489还有 G3 的 KVK 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暂时只有2个阵营有进行战斗，这包括2377还有2489，那这个是他们的关卡5情况。还有就是在第2天，就是开关卡之后的第2天，我看到2377的人显然是少了很多，可能他们去休息还是怎么样啦，或者是他们觉得说2489没有这么强，所以他们掉以轻心了。所以在讨论区那边就看到了一些贴文，这边就说号外2377他们曝光了一些金箱子的舔食者，还有包括他们的主播 Chisco。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写了什么东西。那他这封邮件是真的毫不客气啊，这个 JKGV 我不确定是哪一位啦，他这边就有点名了很多玩家，这边其中还有包括 Chisco， 就说叫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叫他们去找人帮忙，他们要输掉了这个区域，也就是区域5。然后这边就有说到干脆就叫 GG 吧，就是讲干脆就放弃吧，他们每一天进攻1200多个要塞，难道就为了让你们拿到更多的加速，然后待在区域5里面吗？他不管这些玩家是他的朋友还是他认识的人，承担一些责任。然后还有要求说不要删除掉这个信息，这个可能是他们联盟的其中一个玩家啦，要表达自己的不满。他讲这个太尴尬了，因为他们是先锋王国，不是他妈的 A 王国。他讲如果他在这2个小时之内还看到有玩家在区域4里面的话，他就会要求管理层把这些玩家踢出联盟，这样子是没有用的，不会有任何的帮助，不会让 KVK 更快的去进行。那说到这个邮件呢，其实我个人是不太支持他的行为啦。那我知道 KVK 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忙，有一些玩家还在关卡室里面，这个行为是真的让人很生气的。但其实有更好的做法，就是私底下去跟对方联络，因为如果这样子公开去讲其他的队友啊，去要求他们上线的话，其实会影响到一些军心啦。所以最好的情况下就是可能直接点选所有的玩家，让他们上线会比较好，不要一个一个玩家去点名。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发生在先锋王国，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问题啊，因为之前我也是待在先锋王国嘛，就是你一直要保持24小时在线，礼包全部都要购买，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这个玩家是错的，因为你来到了先锋王国，你就要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必须要24小时在线，要准备足够的资源加速。但是从他这个邮件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存在了，就是2489确实是可以攻击他们，对他们造成威胁了，所以他们才要求自己的玩家上线去帮忙。所以也可以证实说这一场仗其实对于2377来说并不简单，并不容易。那我看了一些玩家说的原因，就是因为2377的盟友跟他们在同一个阵营的王国2217似乎是没有这么活跃的，相反的2489的盟友2654是比较活跃的。那在这个战斗中呢，确实我看到2654的玩家会比较活跃一点，在线时间也比较久，2377的盟友就没有这么多。但是一方面也是因为匹配的关系啊，官方给他们的盟友就是偏比较弱一点点的，因为2377本身的数据也比较好，他们的战力跟击杀也比较高，这个跟我们之前遇到的情况差不多啊，这个就是匹配的问题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也是可以看到一些2654的玩家在帮忙2489的，并且显然的2377的玩家真的非常少，我长时间看到2377的玩家都是非常少的，也有可能他们在准备啦，准备要打这个圣地，所以他们的玩家都去休息了也说不定。那么同时间又看到那个来自印尼的主播 Alpha 那边呢又发布了一些短片啦，这里我们除了可以看到我在前面影片中有分享的截图之外，还有包括俄罗斯父子在联盟里面讲了什么东西。他这里就询问到为什么你要放这个标记，然后使用你的手去战斗，这个人只是回复 OK 而已，叫他们训练部队花钱然后去战斗，必要移除掉他的旗帜。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有一些旗帜其实是俄罗斯父子他们自己放的，而且他们内部好像发生了一些争执什么之类的，然后这边就问他你不想要赢吗？这个人就说他已经
清零了一个500万的玩家，或者是他清零玩家减少了500万战力啊，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他这个翻译本身也是有点问题。然后俄罗斯父子似乎是分享了一个图片给他，好像是跟他炫耀啊，又或者是跟他说你看我都打得怎么样，然后这个玩家就表示说然后你想要表达什么东西，这个玩家就讲他不是因为 KP 而战斗，然后这个其实是俄罗斯父子的帮手，然后就叫他闭嘴，就问他你在写什么东西。然后这里还是刚刚那个帮手就问他在上一场 KVK 里面没有了他们你能做到什么东西，还骂人家白痴，然后另外一个官员叫他们冷静一点。那么说到这边标记的问题呢，等一下我再找图片给大家看。然后这边就有说到追击杀的人看不到，他可能是打了很多的标记。关于他刚刚那个标记的部分呢，俄罗斯父子似乎是已经生气了，他不想要让后面的玩家在那边拉扯啊，挡着他们的视野还是怎样啊，所以他这边就发了一大堆乱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然后这个玩家就说他们的远程在很努力的攻击2489，然后这里他还是一样打了一大堆乱码。那这个玩家就回复到大概是这样子啦，我个人理解是他打这些标记是为了要阻挡给那些专击杀的玩家看不到这边的视野，给他们没有办法拉扯之类的。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击杀数据哦，可以看到目前其实表现比较好的还是2489那边，他们的击杀稍微比较多一点。那他这边分享的短片大概是这样子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1606跟 G3 阵营这边的情况。那 G3 阵营是完全没有出来战斗的所以这边整个区域5是由1606给包下了，但是在这里也是有发生了一些 drama。 那其实在很早之前呢， G3 阵营就已经有宣布说他们在区域5并不会战斗，他们不会出现。那在之前我也是有透露过啦，但是我并没有完全的准确说那么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这边我是可以肯定说他们是真的没有出来。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出来的关系而惹怒了一些玩家，这个玩家就是来自3535的 Glock， 那他之前是来自960啦，之前我也是有做了一个列表跟大家讲。那据说他会移民过来3535是因为其他王国不要接受他那因为这个玩家他本身有携带一些 drama 啦，据说他在之前的王国呢也是有发生过一些小争吵一些争执，但是之前他在960的时候好像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我印象之中。这里就有玩家分享出来了，那他之前发生什么事我就不确定了，但是有提到 Glock 是不是失控了。那这边就有玩家回复到他讲明天他要离开了这个联盟，然后他要创建自己的联盟，在那个联盟里面购买金箱子，就跟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啦。但是之前就没有他建立联盟的截图，买金箱子的截图。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你们点击他个人的信息，就可以看到他也是做了一样的事情，自己建立了一个联盟叫 GC4， 简单的说明就是金箱子就是人生，然后说35害怕606，并且他这个联盟等级是已经到达2等级了，那也确实就表示说他有买很多金箱子啦，不然只是光靠一个人要提升到2等级呢，其实也是有难度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联盟里面是完全没有其他人，就连他小号都没有，他自己就是盟主，并且也是在失落之地这边放了一些大喇叭，还有说到这个 KVK 很适合拿去种田啊，为了拿到最好的地下洞而争斗啊，这个你们可以理解为鸵鸟的意思啦，就你要挖一个洞把你的头埋进去这样子的意思。还有说3535听到606的名字就吓到漏尿了，那当然其实也是有人去阻止他啦，那阻止他的人之一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爸爸，他就要求 Glock 跟他私信聊，那他们之间聊什么东西都我就不知道啦，但是显然的他们是谈判失败了，所以就可以看到为什么 Glock 他是已经离开了3535，但是有听一些玩家说其实是3535不让他回去联盟了，把他踢出联盟了，所以看来爸爸这个和事佬是失败了啦。那因为 Glock 他之前是从960移民来3535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在等着移民冷却的时间，一方面也是在寻找着有哪一些王国肯收留他啦，因为像我前面就有讲了，听说是有一些王国不想要他，所以他逼不得已跑来3535，那看他之后有什么地方要去吧。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 G3 阵营那边他们没有出去战斗是合情合理的，一方面也是怕在早期很快就把自己的加速资源兵力给耗损了，因为他们的敌人就是606那边还有携带2个王国，所以是不好对付的。那么在最近的更新呢，他又在开启了另外一个联盟了，那他这边就有说到他继续在讲3535
舞的一些玩笑话，把他们当做玩笑，并且他们没有进入区域5嘛，并且这个玩家也是非常尊敬 Glock， 因为他说出了一些实话。那我们看到这边他跑去了另外一个联盟叫 Run One， 这个是他自己开的联盟，也是一样1等级而已，也是这样只有他一个人而已，所以他究竟要搞什么鬼我不知道啦反正他个人是比较 drama 的。 OK， 那么暂时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drama 是这么多啦，可能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drama 啦，像是俄罗斯父子呢，我感觉他那边应该还会有不少 drama 啦，所以我们之后再看下去吧。今天暂时先讲到这里，如果各位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消息啊，其他的 drama 之类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或者是私下联络我，我的账号是这个账号。所以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